机械横生，灾难末日之下，世界仍然还有一片净土，有另外的幸存者出现。象机人照顾的人是谁？老纪传奇复活赛打响，启示录获奖成功，自第4集以来再次登场。Hey guys，PJ 嘛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时钟宇宙第8季发布了，其中依然新增了2段秘密片段，展示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新事物，以及基托特的最新情况。请大家跟我重新回顾该片段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情节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数位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，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第一个片段是衔接在31集之后32集之前，是象机人。此刻的他似乎正在做梦，突然从地板上惊醒。从这个梦境中不难听出周围的环境有着连绵不绝的炮声，似乎正在激烈战斗，但视野画面严重受损，很难看清发生了什么。这不得不重新回顾一下象机人了。他首次在19集中出现，可以说对于之前的象机人的事儿或者由来，我们知之甚少。除了一开始他使用铅笔科技，再加上在之前28集展示的内容，他将基曼启示录交给了点读笔，不难看出他们有着一定的联系。而这个联系的点或将成为打开铅笔起源的一个关键点，可能会在后面的33集提及，但这个不确定因素很高。这个片段不仅仅展示这些信息，从一开始的梦境镜头来看，屏幕已经严重损坏，所呈现的画面只能用稀烂2字形容，说明此刻的象机人已经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攻击，导致画面才成了这个样子。从这个残像中可以看出，视野的前方有一座高塔，随着炮火交加之后倒塌，最终扣在了地上。但有块飞板从右边飞出，再加上凭空出现的支架，所以这点我也不太确定。其中还有一串字符显现，一共有3行，但依然看不完整，只能隐约看到最上面的摧毁或损坏的字样。调节一下色彩，大概能看到可能写的是 Devastate some of you or devastate some of the 26。如果是第一种，此刻的他显然已经遭受到了摧毁；如果是第二种，26集对应的钻头基地沦陷，那也完成了摧毁；如果不是，那可能对应基曼启示录，刚好这也是他的目标。无论是哪一种，这很难猜测。基本上这个闪屏画面无法判定发生的时间与环境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可以看到象机人打开了镜头，这无疑是被惊醒的。先前发生的一切可能是他之前曾经历过的。无论如何，他在那场战斗中幸存了下来。更多故事还需要未来填充。象机人此时身处一个房间，看这个房间设施齐全，有沙发、饮水机、书架等，这很像人类的居住环境，甚至还拥有冰箱、厨房。或许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线。象机人打开冰箱后开始切西红柿，随后点火起锅烧油烹饪美食，看起来十分美味，这非常奇怪。除了铅笔外，无论是监控、音响、电视还是其他什么的，都是机械躯体。机器人自然不会吃饭，那这饭是给谁的呢？待会我们可以知道。象机人继续处理生菜，可以看到电神代言的厨具。好，难道还有厨师电视人为人类服务哦？但这有点不符合现在的世界观，不排除是恶搞。但我们现在可以得知，象机人是个会做饭的机器人，他将处理好的食材完成烹饪后，走到一处房间前。注意看，房间的左边有一个监控徽章。在很久之前 Dom Stewart 曾提到象机人的派系问题，象机人属于监控阵营，不属于独立阵营。这里的徽章应该也是再次对应。房间门打开，象机人将美味放在了桌上，并看向床上。可以看到房间门在打开时，左边有着一幅画，不难看出这是大铅笔和大钢笔与象机人的合照。画的下方还有一串摩斯密码，翻译过来后是 sorry 抱歉的意思。为什么抱歉呢？在28集中他们表现的不像有矛盾的意思，那这言外之意要表达什么呢？这个我有点迷，不太清楚其中的意思，这简直没法猜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可以写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除了这幅画，房间还有其他的几幅，都是关于象机人与铅笔的画。这个位置还有着一幅铅笔人的画，但看不清，难道是铅笔泰坦？这恐怕只能等到他的出现才能知道了。除了画作，床头柜上的6本书籍也正好对应了当前聚集的所有阵营，包含监控、音响、电视、时钟、钻头和铅笔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电风扇。这房间的陈设和设施以及餐具使用刀叉来看，都无不表示这是个人居住的环境，说明此刻在床上没有露出真容，躲在铺盖窝的是一个人。看大小像个孩子，但不知道为啥要躲在铺盖窝里。难道他也来自其他宇宙，惧怕陌生的环境？由此我先来胡乱猜测一波，难道这是神秘人或他的孩子？不管怎样，这个单位的出现显然是铺垫了，坑再加了一个。目前仅有的线索便是象机人、铅笔人和这个未知角色，他们中肯定存
存在着一些联系，或许会在后面的33集中解释。在更多线索出来前，只能继续等待了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随后，象吉人也收到了与31集所有人一样的消息，看样子他也会参与接下来的大进攻。收到消息后，基本没有停留就走了，留下了房间中的未知角色。第二个片段衔接在32集结尾，也是一个陌生的场景。开局就是一个装甲焊工厕所正在烧电焊，似乎在加固着某种输送管道一样的东西，下方还有着更多装甲焊工。这个单位相较以前的焊工厕所应该是升级版，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操控机器人来实施各种精密复杂的作业。接着，装甲焊工下方的阀门打开，基托特出现了。此前点杜比曾提到基曼启示录，让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这个位置应该是1号基地了。基托特在第4集被泰坦时钟一拳嗨了，当时还有着描述说他已经彻底嘎了，但被后来的问答推翻。Drum Studio 称其要经过足够的升级才会回到我们的视野，而最近关于他的启示录出现，加上铅笔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这项计划的成功。基托特的回归都需要一个新的阵营来衡量了，可见这项计划有多强。显然是现在成为了厕所风的最大计划了，也是究极救命稻草。新升级的基托特很可能足以推翻现在厕所逆风的处境。从阀门前的景色来看，基托特的升级似乎还处于关键时期，可能还没有完成最终的升级，头上连接的输送管道也还没有拆掉，后背的水箱貌似也没有。那么联盟现在还有一段真空期，可能需要老登前来阻止1、2，给基托特争取一些收工时间。现在最强大的敌人无疑是泰坦时钟了，而泰坦时钟的能力也不是无限的，他已经先后使用了很多次时间之力，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剩余，以及还有一些没有展示的能力。如果不限制泰坦时钟这个点，联盟就会势如破竹。或许在后面的剧情，他们会分散泰坦时钟的注意力，从而让其频繁使用能力分身乏术。在没有克制的手段前，只有这个方法能对付泰坦时钟了。无论如何，在接下来的33集中会讲述非常多的内容，届时很多疑问就能得到解答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集描述 Happy Birthday Jimmy 生日快乐。Jimmy 是粉丝给基托特取的名字。基托特在原作第7集中首次出现的时间是2023年4月13日，正好对应本季的发布时间4月13日，相当于1周年的生日祝福了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为他的生日点个赞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皮斯妈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